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唐律疏议，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这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句俗语，几乎成为了我们心中最朴素的公平正义的代名词。在很多古装影视剧里，无论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只要犯了命案，包青天惊堂木一拍，或者狄仁杰目光一冷，最后总能判个秋后问斩。仿佛在古代中国，法律在生死面前是绝对平等的。但是真实的历史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在被誉为中国封建时代鼎盛时期的唐朝，你杀了一个人，你真的会为他偿命吗？如果你去翻阅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就是由长孙无忌等人主持修撰的《唐律疏议》，你会发现一个冰冷而真实的答案：不一定。在唐朝，决定你生死的往往不是你杀人的手段有多残忍，也不是被害人有多无辜，而是你和死者分别处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你的生命在《唐律疏议》中是被明确标价的，这个标价的依据就是你的身份。你的良贱之分，你的家族地位，以及你的官品爵位，构成了决定你生命法律价值的三个核心维度。今天我们就翻开这部厚重的《唐律疏议》，穿越回1300多年前的大唐长安，看看在那个辉煌的时代，人命究竟值多少钱。文案比较长，信息量很大，建议大家点赞收藏，或者作为睡前的硬核历史电台慢慢收听。我们要讲的第一部分是唐代法律中关于杀人的基本盘六杀。在探讨身份特权之前，我们首先要确立一个基准线。如果剥离掉所有的身份特权，假设两个普通的唐朝老百姓，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良人，发生了命案，唐朝法律是怎么判的？很多人以为古代法律很粗糙，其实不然。唐律疏议的精细程度，即使放在今天的世界法治史上看，也令人惊叹。唐律将杀人行为极其严谨地划分为了6种类型，史称唐律六杀。这6杀分别是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和戏杀。谋杀就是蓄谋已久，策划好要去杀人，这在唐律中是重罪。如果是普通人谋杀普通人，只要开始行动了，哪怕没杀成，也要判处徒刑甚至流放。如果杀成了，判处斩首。斩首在古代是最高级别的死刑，因为身首异处，在古人看来是对身体极大的破坏，属于极其严厉的惩罚。故杀是指事先没有预谋，但是在争吵或者冲突中突然起了杀心，有意将对方杀死。这种情况，普通人之间也是判处死刑，通常也是斩首。斗杀这个很有意思，是指在相互斗殴中没有杀人的故意，但是因为下手没轻没重，把人给打死了。在唐律中，斗杀一般判处绞刑。绞刑虽然也是死刑，但因为能保留全尸，所以在法律等级上比斩首要轻一等。误杀是指本来想杀甲，结果错杀死了乙。这种情况通常也是判处重刑。过失杀，这是指因为耳目所不及或者用力不能抗拒的原因导致人死亡，比如你在山上砍树，没看到下面有人，树倒下来把人砸死了。这种情况，唐律规定是可以不用抵命的，而是用同来赎罪，也就是交罚款用来补偿死者家属。戏杀是指两人闹着玩，比如比试武艺，结果失手把人弄死了。这种比斗杀轻，但也要承担刑事责任。所以你看，如果仅仅是在两个地位完全平等的普通平民之间，唐朝法律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践行了杀人偿命的原则，特别是对于谋杀和故杀，惩罚是极其严厉的。但是请注意，这仅仅是基准线。一旦在这条基准线上加入身份这个变量，这套看似公平的规则就会瞬间发生扭曲。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良贱制度下的生命鸿沟。这是唐代法律中最让人感到残酷的一面。唐朝的社会阶层有着极其森严的物理隔离，最根本的划分就是良人和贱民。良人就是普通的自由民，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而贱民则是丧失了自由身的人。贱民又分为很多种，最底层的是奴婢，往上稍微好一点的是部曲、客女，还有属于国家的官户、杂户等。
在《唐律疏议》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奴婢和贱民在法律地位上就等同于牲畜和财产，他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完整的人，而是主人的物。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命案。我们来假设一个场景：长安城东市的一个富商张三，他是一个良人，他家里买了一个奴仆叫阿福。情况一，如果张三看阿福不顺眼，或者阿福犯了错，张三能不能杀阿福？唐律规定，如果奴婢有罪，主人应该向官方报告，由官方来惩罚。如果主人不报告，自己私自把有罪的奴婢杀死了，要受到的惩罚是杖100。大家听清楚了吗？杀了一个人，仅仅是打100大板。在唐代的五刑笞、杖、徒、流、死中，杖刑只是第2轻的刑罚。打完100大板，这事儿就结了。那如果这个奴婢没有犯任何罪，主人就是心情不好，故意把他杀了呢？唐律规定，主无罪杀奴婢，判处徒1年。徒刑就是强迫劳动，徒1年就是去服1年的苦役。看到了吗？哪怕是无故故意杀害，主人也绝对不需要为奴婢偿命，因为在法律看来，这只是主人损坏了自己的一件比较贵重的财产，由于手段比较残忍，有违天和，所以稍微惩罚一下，去劳改1年。情况2，反过来，如果奴仆阿福受不了张三的虐待，奋起反抗，把主人张三杀了呢？在唐律中，这叫奴婢杀主，这是绝对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别说杀了，只要奴婢有谋杀主人的念头，哪怕还没动手，只要被发现就是斩首。如果动手把主人打伤了，也是斩首。如果杀死了主人，那是十恶不赦之最中的恶逆，不仅要斩首，有时候还要面临极其残酷的死刑执行方式，并且绝对不在任何大赦的范围内。在生与死之间，梁与剑的鸿沟深不见底。主杀奴，如毁遗物，最多劳改1年；奴杀主，如逆天理，身首异处。情况3，那如果是另一个平民李四把张三家的奴仆阿福给杀了呢？李四杀的是别人家的人，这总该偿命了吧？答案依然是不，因为阿福是贱民，李四是良人，良人杀贱民，罪减1等。李四不需要偿命，他通常会被判处流放或者徒刑，并且法律会强制要求李四赔偿张三买一个新奴仆的钱。这在本质上依然带有一种毁坏他人财物并进行经济赔偿的性质。反过来，如果是张三家的奴仆阿福在街上和良人李四发生冲突，把李四杀了，那么阿福面临的惩罚将比普通的良人杀良人更加严厉。通过良贱制度，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唐朝的法律从来不认为生命是等价的。生命的法律标价首先取决于你是自由人还是别人的财产。了解了良贱制度，我们再来看第3部分，宗法伦理下的血缘等级。这也是唐律疏议极其鲜明的一个特征，叫做一准乎理，或者叫引理入法。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唐代已经完美地融入了法律的每一个条款中。儒家最核心的观念之一就是家族内的尊卑长幼、3纲5常，法律必须维护这种家族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亲属之间的命案同样不是用杀人偿命的简单逻辑。这里的核心原则是，尊长对卑幼拥有绝对的权威，而卑幼对尊长必须绝对的服从。我们再来假设几个家庭内部的命案场景。场景1，父亲杀儿子。在现代人看来，虎毒不嗣子，父亲杀儿子是极度残忍的犯罪。但在唐朝，这要看情况。如果儿子忤逆不孝，违反了教令，父亲在管教的过程中失手把儿子打死了，唐律的规定是不用偿命，甚至可能都不用承担严重的刑事责任，最多打1顿板子。如果儿子没有任何过错，父亲就是极其暴虐，故意把亲生儿子杀了，这总算犯罪了吧？是的，算犯罪，但是判处徒1年半，也就是去服苦役1年半。这和主人无故杀奴婢的判决非常相似。在唐朝的法律精神里，儿子的生命是父母赋予的，
父母虽然不能随意剥夺，但即使剥夺了，法律也绝对不会要求父母用自己的生命去偿还。场景2，反过来，如果是儿子杀父亲呢？这在唐律中被称为恶逆，属于十恶大罪。十恶是唐律中最严重的10种犯罪，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讲到。儿子杀父母、祖父母不仅是死刑，而且是古代最高规格的死刑，通常也是斩决。不仅如此，甚至连企图谋杀或者仅仅是殴打、辱骂父母都是死罪。在家族伦理面前，没有任何辩驳的空间，背幼对尊长的伤害是零容忍的。场景3，夫妻之间。很多人以为古代讲究举案齐眉，夫妻地位平等，但在法律上，丈夫是尊，妻子是卑。如果妻子犯了错，丈夫打妻子，只要没打折骨头，法律根本不管。如果丈夫把妻子打死了，唐律规定判处绞刑。听起来似乎要偿命了，对吧？但是且慢，这通常是针对妻子没有犯错的情况。如果妻子有骂公婆等不孝行为，丈夫把她打死，罪行会大幅度减轻。更关键的是，如果是妻子谋杀或者杀害了丈夫呢？这同样属于10恶之一，斩首没商量。不仅如此，如果是丈夫打死了妻子，丈夫还可以通过交罚款或者利用官品来赎罪。但如果是妻子杀死了丈夫，任何特权都无法免除死刑。不仅仅是直系亲属，包括哥哥和弟弟之间、叔叔和侄子之间，只要有尊卑长幼的区别，在法律上的待遇就截然不同。哥哥打死弟弟，轻判；弟弟打死哥哥，重判。在唐律书议构建的社会网络中，每个人都被牢牢地钉在家族的坐标系上。你对上位的尊长构成的威胁，法律会用最严酷的手段予以镇压，而上位尊长对你的伤害，法律则会展现出惊人的宽容。所谓杀人偿命，在家庭内部是一条单行道。听完了良贱和家族，我们来到了今天最核心，也是最能体现中国古代官僚特权的一环，第4部分，官僚贵族的免死金牌8义与官当。如果说前面的良贱之分和尊卑之别还是在规范底层社会和家庭秩序，那么8义和官当则是最高统治集团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法律护城河。假设有一个唐朝的正3品大员，比如6部尚书级别的京官，他在街上因为一点小事拔剑把一个普通老百姓给故杀了。按照基准线，良人故杀良人应该判处斩首。这个尚书会被拉到菜市口斩首吗？在唐律书议中，有一整套极其繁复的程序来保护他。这套程序的第一道防线叫做8义。8义制度起源于曹魏时期的魏律，到了唐代被彻底完善。所谓8义，就是有8种特定身份的人，如果犯了死罪，地方司法机关绝对不能直接判决，甚至不能随意审问，必须把案件详细上报给皇帝，由朝廷大臣进行集体评议，最后由皇帝来圣裁。哪8种人拥有这种特权呢？第一，义亲，皇帝的亲属，包括皇亲国戚。第二，义过，皇帝的老故交，跟着皇帝一起打天下的老熟人。第三，义贤，有大德行，对社会有重大道德榜样作用的大贤人。第四，义能，有卓越才能，能够统军治国的大能人。第五，义功，对国家有过巨大贡献，比如开疆拓土的大功臣。第六，义贵，这就是最广泛的一条，凡是执事官在3品以上，或者散官在2品以上，以及有特定高级爵位的贵族，都属于义贵。刚才我们说的那个3品尚书就完美符合这一条。第七，义勤，对国家有着极其突出的勤劳奉献的高级官员。第八，义宾，前朝皇室的后代，作为国家的宾客对待。如果这个3品尚书杀了人，地方官一查他的身份，3品官属于义贵，立刻停止审理，写奏折飞报长安。皇帝收到奏折后，交给群臣议论。群臣会怎么议论呢？当然是说这位尚书大人平时如何劳苦功高，对国家如何重要，虽然一时糊涂犯了死罪，但念在其过往的功绩和身份，请皇上法外开恩。最终的权力在皇帝手里。而在实际的中国历史操作中，只要这个高级官员杀的不是皇上的人，不是造反，
仅仅是杀了一个普通百姓，皇帝几乎100%会下旨免除死刑。你以为免除死刑就完了吗？不，这才刚刚开始。这只是8亿特权。那如果不死，被判了流放或者徒刑怎么办呢？这时候，唐律的第二道护城河出现了，这就是中国法治史上极其著名的官当制度。官当，顾名思义，就是用官品来抵当刑罚。这是一种明码标价的身份折现。唐律书议明确规定了不同品级的官员可以抵扣多少年的刑期。比如，如果你是一个5品官，你被判了徒刑2年，你可以向朝廷申请，我不去劳改了，我把我的这个5品官职给你们，抵消这2年的徒刑。朝廷说可以。于是你丢了官，成了一个平民，但是你1天牢都不用做。如果你是一个更高品级的官员，比如3品官，你可以抵扣的刑期就更长，甚至可以抵扣流放。而且即使你用官品抵当的刑罚，你失去的仅仅是现在的职务。由于你身处官僚阶层，过几年风头过去，皇帝一道圣旨，你还可以重新做官。除了官当，还有赎铜。对于某些特定的官员或者某些特定的过失犯罪，法律允许你直接交钱，也就是用铜来赎罪。按照品级的高低，交的铜的数量也有规定。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个杀了平民的3品尚书。他杀了人，首先通过8亿免了死刑，改判流放，然后他启动官当特权，用自己的官品抵消了流放，变成了平民。最后他可能只需要在家里闭门思过一段时间，赔偿一点死者家属的钱，这件命案就彻底平息了。在这个过程中，死去的那个平民的生命转化为了一系列复杂的官僚公文、品级折算和铜钱交易。所谓的杀人偿命，在特权阶层面前变成了一个可以精确计算的成本问题。你的官品越高，你杀人的成本就越低，直到低至对你的人身构不成实质性威胁。听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愤懑，这不就是赤裸裸的阶级压迫吗？法律的公平正义在哪里？在古代立法者眼中，法律的首要目的从来都不是保护每一个个体的绝对平等，而是维护整个帝国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基础就是等级。在古人看来，3品尚书是国家的栋梁，是替皇帝牧民的精英。他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读书、科举、立功，才积累起这样的政治资本。而一个普通平民，其对国家的价值在统治者眼中是远远低于这个官员的。如果为了一个平民的命去杀掉一个国家精心培养的高级官僚，在统治者看来，这不叫公平，这叫破坏国家机器的运转。通过8亿和官当，法律向整个社会传递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拼命往上爬吧，成为官员，成为贵族，你不仅能获得财富和权利，你甚至能超越生死的基准线。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古代社会维系官僚集团忠诚度的一种极端手段。但是唐朝的法律也并非真的让特权阶层可以为所欲为，特权也是有边界的。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5部分，特权的红线，十恶不赦。前面我们说，高级官员有8亿，有官当，可以免死。但是如果他们触犯了某些特定的罪名，所有的特权都会瞬间失效，这就是十恶。十恶，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十恶不赦，是唐律中规定的10种极其严重的犯罪。这10种罪不仅没有任何减刑赎罪的可能，而且即使遇到国家大赦天下，这10种罪也不在赦免之列。我们来看看10恶都是什么。排在前3位的叫谋反、谋大逆、谋叛。谋反就是企图推翻皇帝的统治，谋大逆就是企图毁坏皇家的宗庙、山陵或者宫殿，谋叛就是背叛国家、投敌叛国。这3条刀刀见血，直接指向了皇权和国家的最高安全。无论你是亲王还是宰相，只要触犯这3条，别说8亿救不了你，很多时候连你全族都要跟着陪葬。第4条叫恶逆，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殴打或者谋杀祖父母、父母，或者奴婢杀主人、妻子杀丈夫。这条维护的是宗法家族和良贱秩序的绝对底线。第5条叫不道，主要是指极其残忍的杀人方式，
比如杀一家非死罪的3口人以上，或者肢解人体，或者制造毒蛊害人，这属于反人类罪行，严重破坏社会基本底线。第6条大不敬是指对皇帝极其不尊敬的行为，比如盗窃皇帝祭祀用的物品，或者给皇帝看病配错了药，给皇帝做饭做错了等。第7条不孝是指对父母不尽赡养义务，或者父母在世时就私自闹分家，或者父母丧期内结婚作乐等。第8条不睦是指谋杀某些关系比较近的亲属，比如谋杀司马以上亲属。第9条不义是指杀害自己的长官、本管长官，或者学生杀老师，这也是维护社会上下级伦理的。第10条内乱是指家族内部极其严重的乱伦行为。大家仔细看这10恶，它保护的核心利益非常清晰。第一是皇权的绝对至高无上，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第二是传统家族伦理和等级秩序的绝对稳固，恶逆、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唐律疏议的逻辑非常自洽，皇帝赋予了官僚贵族特权，允许他们用身份来换取生命。但是官僚贵族获取特权的前提是他们必须绝对维护皇帝的统治和作为社会基石的伦理纲常。一旦他们跨越了这条红线，威胁到了统治秩序本身，那么对不起，皇帝会用最残酷的刑罚收回他们的一切。在10恶面前，没有一品大员，没有皇亲国戚，只有死囚。讲到这里，我们基本上把唐朝法律关于杀人偿命的逻辑梳理清楚了。现在我们站在1000多年后的现代，重新审视这部由长孙无忌等大唐精英耗尽心血编纂的《唐律疏议》，我们该如何评价它？如果我们用现代人人平等的标尺去衡量，唐律无疑是充满了压迫、不公和阶级歧视的。他赤裸裸地将人分为3、6、9等，让奴婢的命贱如草芥，让官员的命贵如黄金。但在历史的维度上，《唐律疏议》却被世界法制史公认为中华法系的巅峰之作，影响了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包括日本的大宝律令、朝鲜的高丽律、越南的行书，都以它为蓝本。为什么一部充满不平等的法律能获得如此高的历史评价？因为在那个时代，法律的最高追求不是天赋人权，而是定分指征。唐律用极其精准、严密、极具逻辑性的文字，将当时社会中复杂的阶层关系、家族伦理、君臣名分，全部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他告诉你，因为你是这个身份，所以你只能享受这个待遇，承担这个责任。这种森严的等级虽然残酷，但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社会资源极度匮乏的背景下，它有效地防止了社会的无序内耗，构建了一个虽然不平等，但却极其稳定、可预期的社会秩序。大唐盛世的繁华，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建立在这种冷酷而精密的法律机器运转之上的。杀人偿命在唐朝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而是一个需要经过身份、血缘、官品重重计算的代数题。了解这段历史，并不是为了去批判古人的局限，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并不是自古以来的天经地义。它是无数先辈经历了漫长的思想启蒙、社会变革，甚至流血牺牲，才从历史的厚重土壤中艰难拔擢出来的现代文明成果。当我们翻开历史的案卷，看到那些因为身为贱民而死于非命却无处申冤的灵魂，看到那些用头顶的花翎顶戴换回自己免死金牌的达官显贵，我们或许会更加珍惜今天法律条文中那句看似平淡无奇的话：公民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不受侵犯。好了，今天这期关于唐朝法律的硬核长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能耐心地听到最后，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